嗨，欢迎回到财经无界，我是 Aris。每个礼拜我都会用几分钟帮你把最重要的财经大事一次讲清楚。这个礼拜真的很精彩，我准备了5个重点，再加上一段下周的关注事项。从台湾的台股写历史，到美股创新高背后的秘密，再到一条所有人都该警觉的暗线。这个礼拜刚好把台湾的火热跟全球的隐忧全部浓缩在一起。话不多说，我们从第一件开始。第一件，台湾的主场，6月2号 Computex 正式开展，主题就2个字 AI 跟机器人，整个展场热到爆。而真正的主角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，他这一趟来台湾行程排得满满，公开放话说很乐意加码投资台湾的产业链，手上还有尚未公开的新产品要揭晓。下个礼拜的 GTC Taipei， 他预告要发表一款专门为 Windows 自己的 N1X 晶片，把 AI 电脑的这块新市场正式打开。对台湾的产业链来说，这不只是一场展览，而是又一波实实在在的订单。对正在看台股的你来说，这代表 AI 产业链的订单能见度又往后延伸了一大段。第二件，台股这个礼拜写下历史。5·1连假结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，加权指数单日暴涨超过1700点，是台股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日涨点。指数一路冲破42000点，改写历史新高。火车头当然是台积电，股价盘中一度冲上2300多元，创下历史天价。要知道，台积电一家就占了大盘超过40%的权重，它涨1块钱，大盘就跟着跳动将近8点。背后的推手是外资，连续4天大买，累计买超过1800亿台币。外资用真金白银告诉你，他们现在最看好的就是台湾的 AI 产业链。不过也提醒一句，涨得这么快这么猛，短线的波动风险也会跟着同步放大。第三件，镜头拉到美国，这里也是一片红彤彤，美股3大指数全部创下历史新高。但你知道吗？这次上涨真正的功臣不是财报，而是油价。因为中东传出和平的进展，国际油价一口气跌了1成，市场的气氛瞬间就乐观了起来。当然，财报也有亮点。电脑大厂 Dell 公布财报之后，股价大涨3成，季营收年增将近9成，光是 AI 相关的订单就累积到244亿美金。再加上云端公司 Snowflake 的财报，也让投资人吃下定心丸。一句话总结 ，AI 投入的钱开始真的变成收入了。第4件开始，邀请你冷静一下，因为接下来这2件是热闹底下的暗线。第4件是通膨。上周五，美国公布了联准会最看重的物价指标——核心个人消费支出，数字再度往上，4月的物价跳到了 3.8%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通膨这只怪兽不但没走，还可能正在回头。市场的预期已经慢慢改变。从原本期待今年降息，变成开始担心联准会今年会不会不降反升。钱的成本没有想象中那么快变便宜，这对所有的资产来说都是一个必须盯紧的变数。简单说，市场原本以为的顺风，可能正在慢慢转向，这一点务必放在心上。第5件跟第4件是一对，当通膨的担忧升高，最先反应的就是债券市场。这个礼拜，美国30年期的殖利率一路冲上 5%， 创下20年来的新高。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这个殖利率被称为全球资产的定价基准，它一往上，等于告诉全世界借钱变贵了。背后有3个推力：中东冲突打乱产业链， AI 建设庞大的资金需求，再加上刚刚说的通膨。当大家都在庆祝股市新高的时候，债券市场已经慢慢亮起了黄灯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每个礼拜都要提醒你，别只看热闹。5个重点讲完，最后帮你把下周的行事历先标好。未来这几天有3个一定要盯的时间点。第一，6月3号，晶片巨头博通公布财报。博通是 AI 半导体的下一个风向球，它的财测会直接影响整个 AI 产业链的信心。第二，6月5号，美国公布5月的非农就业数据。这份报告会回答一个关键问题：在 AI 的浪潮底下，就业市场到底是变得更好，还是开始被取代？它同时也会左右联准会的决定。第三，6月8号，Apple 开发者大会 WWDC 登场，传闻这一次会带来大改版的 AI Siri， 科技股的情绪可能跟着起伏。紧接着6月11号，还有欧洲央行的利率决议，以及台积电的5月营收，那会是 AI 需求最直接的温度计。这些我们下个礼拜再一件一件帮你拆解。好，这个礼拜的5个重点加上下周的3大关注就到这里，把它们串起来其实是同一个故事。
AI 把钱、把订单、把所有目光都吸了过去，但通膨跟债市这两条暗线提醒我们别忘了风险。记住一句话，行情最热的时候，最需要的是一颗冷静的脑袋。我是 Aris， 财经无界，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帮你把世界看清楚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打开小铃铛，最新的一集才不会错过。下周见。